妈的，这个呢是我放在零钱包的追踪器。我刚刚发现，坐完公车的时候去餐厅，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今天是我们环游世界计划的第1集，耶！现在大卫带你一路从罗马竞技场开始找起，没有地图，我们随便走一走。这个地方啊，大到像在跟我开玩笑，我的天哪！我现在流浪到了罗马。罗马呢，对我来讲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城市。为什么说既熟悉又陌生呢？因为从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都常常会读到罗马帝国，尤其是我在读室内设计的时候，常常需要看到罗马柱啊，或者是罗马的一些雕花、一些艺术品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地方对我来讲就是非常的熟悉。但是我又没有来过这里，所以这一次能够来到罗马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兴奋。来到罗马呢，一定要去罗马竞技场走走啊！因为来之前呢都没有时间做功课，所以呢，我就只能先到处乱走看看。刚刚看地图，好像罗马竞技场在这附近，要找一下。在罗马呢，真的是每一个角落都超美的。在街上，就是每一条街道都很干净，虽然是千年古城，可是呢，他们的维护呢，公共街道维护的真的是非常。看到了，在前面，刚绕了好远。虽然说呢，我自己觉得我是活地图，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地图的方向，结果 miss 掉2个转角，就是记忆力不好的现在。耶！罗马竞技场，罗马竞技场。罗马竞技场，2000年前的超级体育场，在没有电、没有钢筋的年代，罗马人靠纯粹的工程肌肉盖出这座巨兽。这里能够塞进5万名观众，一起为角斗士与野兽呐喊。罗马竞技场。哇塞！有没有看到这个超酷的？这是湖水站哎！哦，它还有气泡水 （sparkling natural water）。等等，我看错吗？这边还有相机的充电槽。哇塞！太好了吧！那我来看看它的气泡水。气泡水。不晓得到底好不好喝。哇塞，是冰的哎！天哪，真的有气泡哎！哦，哇塞 ，drinking water， 哦，很棒，超棒的，而且是免费的 ，free， 哇哦 ，free， 充电，哇塞！哇，罗马真的是太棒了啦！太阳快要下山了，我们准备移往市区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罗马夜游。要去一个意大利餐厅，是有一个意大利朋友推荐的。然后我想说，与其在网络上试那些网红介绍的餐厅呢，我不如就直接找当地人推荐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呢要怎么过去？我看了一下地图，这个地方啊，其实有点远，要搭公车要大概30分钟，所以我就决定去探险一下。而且呢，通常我出国啊，我不喜欢搭地铁，然后再加上就是你又看不到任何风景，所以我一般都会选择坐公车。坐公车呢，你会看到街景，所以呢，我就带大家来坐公车看看。
这里的公车呢，可以直接用信用卡上去就哔哔哔哦，就到了。我要坐的车子呢是 Number H。It's Number H。OK。然后呢？哦 ，sorry。OK。Sorry。有信用卡就可以这样支付喽。这就是他们公车的样子。没有位置坐，那就只能站着喽。结果令人抓狂的事情竟然发生了！真正的 BOSS 战居然出现在公车上。罗马公车那个挤法，完全就是成人版沙丁鱼罐头啊！人贴人，包贴包，命贴命，挤到我怀疑我是不是买错票。这一班公车也真的是太少了，就是人挤到真的是沙丁鱼。好，不管了，继续前往我的餐厅。我快饿死了我。往前走，往右转。哇塞，这区感觉好像蛮好玩的耶。哦，应该是一个晚上的市集哦。到了，这里就是这里。不会吧？这么多人在排队吗？好吃的餐厅就是这样。终于进来了，我现在刚点完餐，然后很幸运的被安排到跟一位美女坐在一起，所以就是要跟人家并桌哦。大家就来试试看这家的东西好不好吃。来试一下这个面包。哦，还蛮有挑剔的。我的食物来了，听说这个是非常好吃的。I like a lot of cheese. Yeah, I eat cheese with pasta. Wow. Oh, I like it. I think it's really rich. Yeah. 哇塞，好好吃哦！这个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白酱。我的第二道餐点来了。你知道在罗马它的 menu 呢，上面它就写 first course 跟 second course 跟 main course， 所以呢我自己会觉得 main course 才是主角，然后 first course 好像就是小小一盘，结果不是，它两个都是 main course。所以我点的这个呢是罗马鸡，很多番茄，我觉得它就是番茄的炖鸡，它有一些香气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它是一道好吃的菜。所以我要给这间餐厅一个评论，就是呢，东西不贵，像我这道餐，才12欧元，大概是400-500块泰铢。它东西呢分量蛮大的，口味有点重，所以清淡的朋友可能就会不喜欢哦。主餐超大，副餐更大，我直接秒懂罗马帝国是怎么打下版图的。他们不是打仗，他们是把敌人的胃撑爆啦。结果我吃到整个灵魂超载，只好出门散散步，让我的胃跟人生一起重新开机。走着走着，看到街角亮起一排酒吧灯，音乐、笑声还有杯子的碰撞声，好像全部都在对我招手。欢迎来到罗马的夜生活。罗马这座城市啊，白天在说历史，晚上在谈感情，真的是越夜越美丽，让人越走越上瘾。
今晚的终点，罗马最美、最古老的桥之一——奥里月桥。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要走过桥去搭车，结果所有人都堵在桥上。哦，看起来好像是有表演。接着搭公车回家，准备泡个型男澡。坐公车喽！太好了，有位置坐。就在我心情愉悦、准备好放松的时候，耳边一声叮咚，AirTag 怎么会通知我的零钱包离身了嘞？靠，不会吧！我刚刚发现，坐完公车的时候去餐厅，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。然后我发现我的手机其实已经有通知说，物件已经离身。好，然后本来想说算了，就零钱而已。结果我突然想到，我有2张很重要的信用卡，就放在里面啊。因为我整趟旅游都是用这张卡订的，所以就是虽然说我可以用 Apple Pay 付款，但是呢，这个卡要是被拿去盗刷就会很麻烦，所以我就决定就是半夜再跑出来找这个东西，就是期望那个人呢看到里面没有钱，就是把钱包跟信用卡整个丢掉。结果没有，他只丢了这个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找不到我所有的东西。我刚刚还在这边翻这个垃圾啊，我还在这边翻垃圾桶，真的是神经病，大半夜。结果他把这一颗就是 AirTag 丢在这里，真的是傻眼猫咪。原来我的钱包在刚刚挤沙丁鱼的时候，就已经悄悄的先去环游罗马了。在这边呢，也要提醒大家，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，能够用行动支付就用，不要把重要的卡带出门，而且重要的卡片也不要全部放在同一个地方哦。就算钱包离家出走，罗马还是有他自己的方式，让你愿意再爱他一次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接水，可以喝吗？我带着我的阿妹，可以走来。我刚刚一度以为那一块布是真的布，生平第一次来罗马就第一次就进警察局了。